这是2025年最新上线的黑童话风格电影《丑陋的季节》，改成灰姑娘版的某种物质。不起眼的女孩为了赢得王子的青睐，进行了极端而疯狂的自我改造，强行拔掉牙套，接受隆鼻手术。还嫁接了手工睫毛、吃虫卵等，一点点将自己改造成王子理想的样子。故事开始，维拉正在读着王子朱利安的诗，他的声音因为金属牙套而含糊不清，但每一个字都充满虔诚。他一遍遍地念着这些诗句，想象着自己嫁给写下这些美妙文字的王子。突然，母亲丽贝卡的声音打断了他的遐想。他们即将更换马车，前往贵族奥托的庄园。母亲打算与这位贵族重新组建家庭。当维拉第一次见到奥托的女儿尼斯时，他不由得低下了头，自卑感瞬间涌上心头。很快，母亲丽贝卡与奥托举办了婚礼。新婚第一晚，悲剧降临。奥托一口血喷出，死在了餐桌上。维拉好心前来安慰尼斯，却被尼斯冷冷赶走。对方根本不领情，反而讽刺他不懂什么是真正的悲伤，还指责他擅自用了父亲的遗物，根本不知分寸。面对冷漠与羞辱，维拉一时语塞。尼拉愤怒地指控，若不是为了他们的钱，他们根本没资格走进这个家。Vilka pengar? Din mammas pengar såklart. 听到这话，维拉立刻冲到母亲面前报信，却正好中间律师宣告遗产的场面。原来奥托不仅早就一贫如洗，还背负着巨额债务，庄园、牲畜和所有土地当场被查封。他们寄予厚望的新生活瞬间化为泡影，母女陷入焦虑。母亲却说，她的出路只能再嫁。但想找到愿意娶一个中年寡妇还带着2个拖油瓶的妇人，根本难如登天。情急之下，维拉提出由自己出面结婚，换来的却是母亲的嘲讽。维拉沮丧地看着镜子中的自己，他那张被人们私下称为马脸的长脸，在灯光下显得格外突出。他的鼻子过长，牙齿参差不齐，整个人看起来笨拙而不协调。就在这时，王宫传来消息，王子将在舞会上挑选未婚少女为妃，全城贵族少女都跃跃欲试。尼斯报上陈长高贵的姓名，而维拉也毫不犹豫地说出了自己的名字，顺利拿到了那张象征希望的邀请函。他兴奋地将这个消息告诉母亲，而母亲也很快意识到，这是他们东山再起、翻身逆袭的唯一机会。于是母亲亲自带着维拉去见城里最有名的美容医生。医生仔细检查了维拉的牙套和鼻子，认为这确实是个大工程。他建议先处理牙套，再整形鼻子。医生还推荐了他们诊所独家的手工假睫毛。当谈到费用时，丽贝卡说会在舞会后支付双倍的钱。医生同意了，并立即安排了手术。医生先是强行拔出牙套，然后开始用器械敲击维拉的鼻梁。维拉疼得几乎昏厥，但他咬牙坚持着。在他心中，这一切痛苦都是值得的，因为这能让他变美，让他有机会嫁给王子。做完手术之后，母亲将维拉送到修真学校。老师宣布，他们学校将有幸在王子的舞会上表演开场舞，需要1个主舞和2个伴舞，而这场表演也将成为展示在王子面前的绝佳机会。这不仅是一次表演，更是决定命运的夜晚。贵族男爵与富商将齐聚一堂，少女们都知道这是一场彻头彻尾的比拼。舞蹈排练正式开始，维拉笨拙地模仿着其他人的动作。老师实在看不下去了，喝令他上后面去，让尼斯到第一排来。Bakot. Pozycja głowa wszystko wiecie. Förstår du inte? Proszę. 为了减肥，维拉吃了少量的食物。餐桌上，尼斯提起了父亲下葬的问题。丽贝卡表示等维拉嫁出去再说。对他来说，丧事可以等，但整容和舞会绝对不能错过。他甚至打算把尼斯不用的旧裙子拿来给维拉改一改。这天，舞会候选名单终于贴出，本来不抱希望的维拉，居然在最底下看到了自己的名字。那一刻，他几乎不敢相信，命运似乎终于向他露出一丝微光。然而，在接下来的训练中，老师当众羞辱维拉。Duha talan. Bodkastat talan. 他甚至直言，如果不是丽贝卡花钱贿赂，他根本不愿意收维拉当学生。为了让女儿登上舞会的舞台，丽贝卡翻出了尼斯的旧礼服，改造后硬着套在了维拉身上。当母亲试图扣上背部的纽扣时，却发现怎么也扣不上。维拉崩溃地向李一老师倾诉，他觉得自己毫无希望，又丑又胖，根本不可能被王子选中。老师安慰他之后，递来了一份诡异的礼物，那是绦虫卵。只要吞下这个，体内的寄生虫就会替他吃掉摄入的食物，不论他怎么吃都不会长胖，甚至还能迅速变瘦。这是一个极端到病态的变美捷径。他计划等变瘦之后再服下解药，把寄生虫排出体外。妹妹震惊又愤怒，直说他疯了，可维拉却不为所动，像吞下希望一样将那枚绦虫卵咽了下去。在这些日子里，唯一给尼斯温暖的是马夫，他们热烈拥吻，互诉爱意。
尼斯说她永远只会爱马夫一个人，但她也坦白说她需要嫁给王子。她的内心充满矛盾，一边是真爱，一边是现实的考量。这边维拉刚吞下虫卵，就听到远处传来说话声。王子和他的贵族朋友们正在进行一场粗俗的对话，用极其下流的语言评论女性。维拉一个没站稳，弄出声响，王子注意到了他。贵族朋友们拿维拉的金属鼻套开玩笑，王子粗鲁地拒绝了，说他才不想碰那种女人。这场对话揭示了王子的真实面目，他根本不是世界中那个浪漫多情的人，而是一个粗俗下流的纨绔子弟。回到家的维拉听到马厩传来声响，他悄悄走近，透过缝隙望去，只见尼斯正与马夫在昏暗的马厩中亲昵缠绵。这件事很快传到了丽贝卡的耳中，丽贝卡勃然大怒，一边指责尼斯玷污的贵族少女的形象，一边当众下令将她软禁在家中，不准踏出房门半步。而那名马夫则被赶出了庄园。3个月后，变美计划进入最后阶段，金属鼻托被缓缓摘下，维拉的鼻梁被削得笔直，整张脸的线条也随之变得干净而锐利。丽贝卡站在一旁满意的点头，仿佛雕刻完成的作品终于成型。可这还没完，接下来是最精细也是最惊人的部分——手工种睫毛。医生戴上的手套取出了一枚弯曲的手工缝合针，小心地穿入她下眼睑的边缘，假睫毛不是贴上去，而是缝进去。每一针都像是在把美丽缝进她的肉体里，而维拉撕心裂肺的吼叫承受了这一切。由于尼斯被软禁，在重塑后的外貌加持下，维拉被李老师选中，成为开场舞的主角。一切似乎终于步入正轨。可没过多久，维拉开始察觉到身体出现异常，她的头发大把大把的脱落，腹部已经成剧痛。为了让她在舞会上惊艳登场，丽贝卡砸下重金为她定制了一件华丽礼服。当她发现维拉的头发已经秃成一块时，没有安慰，没有关心，她只是冷静地命人送来一个金色假发。这晚尼斯翻出珍贵的礼服套在了身上，维拉撞见后猛地上前拉着她身上的礼服，只为阻止尼斯参加舞会。Vi ser at du skal gå på ballet, mamma! Mamma, hun sier at du skal på ballet! Jenta mi, hvordan skal hun kunne gå på ball når hun ikke har noen ting å ha på seg? Du kommer til å være den aller vakreste på ballet. 尼斯委屈地来到父亲的尸体旁哭诉，梦中他看见了死去多年的母亲，母亲温柔地看着他，身边是无数蠕动的蛆虫，他们正用银丝般的线为他缝制礼服。母亲送给他一双漂亮的鞋。Ingen kommer känna igen dig. Kom ihåg, vid midnatt förvandlas din vakt till en bombajan. 舞会的夜晚终于到来，贵族少女们被逐一介绍登场，她们报出年龄、身高、兴趣与家世背景，甚至包括食物偏好和针线活技巧，仿佛不是在介绍自己，而是在进行一场身体陈列与肉体筛选。台上的王子和贵族朋友们依旧满嘴污言。终于维拉登场，她看上去光鲜亮丽，几乎让人认不出她是谁。司仪介绍道，维拉小姐18岁，最喜欢的食物是蔬菜，最喜欢的活动是长途散步。För bara ett halvår sedan så var hennes favoriträtt tårta. Hon var rund som en boll. Jag fick pli på henne. 王子和他的朋友们用下流的眼光打量了维拉，粗俗地评价了她的身材。维拉和其他被选中的女孩开始表演开场舞，她优雅地跳着芭蕾，一招一式都极其完美，所有人都被她的美貌和舞姿吸引了。开场舞过后，王子选中维拉作为舞伴，在所有人的注视下与王子一同旋转起舞，仿佛一切都如母亲所期待的那样童话成真。然而舞会进行到一半，一个美丽的陌生女孩出现了，那是变装后的尼斯。她邀请王子共舞，两人在舞池中央翩翩起舞，王子被深深吸引。伤心的维拉突然感到一阵剧烈的腹痛，她跑到一旁吐出了一堆虫卵，原来虫卵在她体内造成了严重的副作用。丽贝卡根本不顾女儿死活，强硬地要求她振作起来。她说还有很多其他优秀的男人不能放弃。她立即为维拉介绍了一位大亨的继承人。汽车人开始和维拉聊天，维拉机械地回答着，但她的心思完全不在这里。她的身体越来越虚弱，几乎要晕倒了。然而仰头时，她竟然发现那个和王子跳舞的女人是尼斯。午夜钟声响起时，尼斯突然慌张地离开了舞会，他匆忙跑下宫殿的台阶，在奔跑中丢失了一只水晶鞋。王子追了上去，但只捡到了那只鞋子。王子就对鞋宣布，能穿上这只鞋的女孩就是他要娶的人。回到家，维拉为了抢到另一只鞋，和尼斯打到丽贝卡的门前。丽贝卡听到动静，让他们赶紧离开，别打扰他的好事。显然母亲在舞会上结识了一个贵族。抢到鞋的维拉发现自己的大脚根本穿不上，为此维拉做出了疯狂的决定，他举起刀亲手切下了自己的脚趾，血流如注，痛得撕心裂肺。他以为只要忍住这点痛就能嫁给王子，彻底改变命运。然而丽贝卡却发现了一个残酷的错误，维拉切的是右脚，而王子拿的是左脚的血。趁着维拉昏迷，丽贝卡拿起菜刀替维拉将左脚脚趾剁了下来。而随着昏迷中的维拉做了一个美梦，她梦见自己穿上的鞋嫁给了王子，
可那份幸福不过是嗜睡与幻觉交织出来的幻想。第二天，王子派人挨家挨户寻找能穿上水晶鞋的女孩。维拉从疼痛中醒来，拖着残破的身体艰难地下楼。他以为这一次终于轮到他了，可尼斯看了他一眼，转身走出门外。他穿上鞋子，微笑着嫁给了王子。而维拉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这场童话落入他人之手。妹妹静静地为他服下解药。不久后，那留在他体内滋养了3个月的绦虫终于被拉出。故事的最后，妹妹扶着姐姐骑上马，离开了那片由权贵、整容和虚假承诺堆砌的世界。这部的童话是一把利刃，它剖开了我们这个时代最深的伤口。当变美成为唯一的救赎，当外貌成为阶层跃升的通行证，我们真的把自己活成一场血腥的行为艺术。维拉切下的不只是脚趾，是整个社会病态审美下的牺牲品。他吞下的不只是虫卵，是所有人对完美的扭曲想象。王者从来不是救世主，舞会从来不是童话。那双水晶鞋不过又是一个精致的陷阱。丑陋的究竟是谁？是长相平凡的维拉，还是这个用刀片和虫卵定义的美丽世界？当马蹄声渐行渐远，我们看到的不是失败者的背影，而是一个终于不再为他人目光而活的灵魂。